有人问我安排行程有什么技巧吗？我的技巧很简单，就是把最想去的地方当作石头丢进水中，涟漪扩大的范围内，如果有感兴趣的景点，就串在一起变成一条路线。这种方法在景点密集的京都非常好用，用路线而不是独立的景点，可以最有效率地运用时间，也能看得更多。从京都坐阪急电车25分钟的岱安是国宝建筑，很久之前我就一直想来这里看看。总算在某个假日，把岱安当作石头丢进水里，安排了大山崎地区的一日行程。不过，即使计划得再缜密，也有疏漏的时候。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，就是我站在门口却不得其门而入。想知道这段旅程发生了什么事吗？现在就跟我一起出发，去京都近郊的冷门景点大山崎看看。坐 JR 或阪急电车都会到大山崎，从西苑的公寓出发，坐阪急25分钟就到了。阪急大山崎站的车站盖得比铁轨还低，有时会有电车在车站头顶呼啸而过的有趣画面。车站附近有一间超过1150年历史的离宫八幡宫，这里是日本唯一供奉游神的神社。在平安时代，当时的僧侣发明了长木的榨油机，开始生产紫苏油，用作神社和寺庙的照明油。离宫八幡宫凭借榨油的独家专利开始繁荣起来，直到现在每年都还会定期举办相关的庆祝活动。因为这里的油品专利地位，有个全国油脂贩卖店标志，还有一尊油主像。这里供奉的主神是应神天皇，还有一颗学问之神菅原道真做过的石头，被当作是学业成功的能量景点。神社不大，而且有很强的年代感。虽然就在车站附近，却没什么人潮，可以很悠闲地观察古老的建筑。安静的空气中，偶尔传来一旁电车经过的声音。规律的节奏在神圣的领域中增添了一丝的烟火气，正如1000年前开始生产的紫苏油，照亮了每个人的夜晚。距离八幡宫走路1分钟的距离，就会到庙喜庵，里面就是这次行程的重点岱安。到了门口才发现，这里要预约才能进去参观，而且是用明信片回函的预约方式，所以也无法临时在线上预约。想想也是，既然是国宝，一定需要控制参观人数，才能维护古迹的品质。正当失望之余，忽然发现旁边有一块告示牌，
原来附近的大山崎町历史资料馆里有一个1:1还原的戴安可以参观。为什么会那么想来看戴安呢？除了这里是日本3间国宝茶室中的其中一间，另外这间茶室是唯一一间千利休建造的茶室，也是现存最古老的茶室。虽然是复制品，可惜没有开放拍摄，不能分享给大家了。参观的时候，忍不住想象自己和千利休坐在一起喝茶，那是一种与大师一起升华的悠然。在车站门口有一家欧式风格的家庭餐厅，因为这里餐厅不多，就马上决定在这里吃午餐了。等待的时候，看着墙上的插画，有股浓浓的文青感。餐点是简单的意式风格，套餐有冷汤、沙拉和非常扎实的面包，搭配意大利面的主食。不算豪华的餐点，却能为接下来的小冒险补充满满的能量。因为就在车站旁边，用餐的时候还有电车从头上经过，如果是铁道迷在这里吃饭，一定会很兴奋。这家餐厅有股很奇妙的混搭感，欧风、文青、铁道，看似不相关的几个元素，却混合成一个让人放松的空间，释放旅人的疲累。穿过 JR 的铁道，往上坡的方向走路约10分钟，会到宝鸡市。这里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交通和军事要地。宝鸡市位于天王山的半山腰，俯瞰着木津川、宇治川和贵川3条河流的交汇处。也因为重要的地理位置，这一区经历了动荡的历史，是三崎之战的战场。1582年，天王山成为丰臣秀吉与明智光秀之间的战场，而宝鸡市就是当时秀吉的大本营。三重塔是秀吉在三崎之战获胜后所建造的，被指定为重要文化财产。宝鸡市是西元724年奉圣武天皇之命所建，供奉的主像是11面观世音菩萨。
树下的爱心地藏和哆啦 A 梦，用布团代替绘马，幽静中还有一点点童趣。菅原道真曾在这座寺庙受戒，夏目漱石也曾经造访过这里。在这里参观，像是踏着伟人的足迹，感受厚重的历史。虽然是3连休的假日，这里没有太多人潮，像是静静地翻开一本历史故事书，沉浸在一个人的小时光。从宝鸡市往山下的方向走15分钟，会到大山崎山庄美术馆。穿过像结界一样的小山洞，就进入到迷人的欧风世界。水池飘满了睡莲，其实这是向这里珍藏的艺术品致敬。庭园身后有古典和前卫并存的建筑，多元融合的风格，好像换个角度就能发现新大陆。流水让这里充满灵气，还没看到美术馆里的艺术品，就已经沉醉在大自然的作品里了。大山崎山庄是加贺市在1912年建造的别墅，它根据在英国参观温莎城堡时看到的泰晤士河记忆，在木津川、宇治川、贵川交汇处的大山崎建造了这栋小屋。喜欢喝啤酒的人在这里会看到熟悉的名字 Asahi， 其实这是朝日啤酒社长支持下成立的美术馆。欧风的主建筑很好拍，不过为了维护这座文化遗产，室内不能拍摄。主建筑延伸了2个空间，一个是半地下结构的地下珠宝盒，另一处则是2012年完工的梦之盒。这2处都是由知名建筑师安藤忠雄操刀设计，风格鲜明，却仍然维持了古迹的风采。2楼咖啡厅的视野很好，
可以远眺山川交汇的景观，也看得到宝鸡市的3层塔顶。隔天我在学校和老师说起了大山崎，他们第一反应都是这一区的有名酿酒厂山崎蒸馏所。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看看哦。沿着铁道旁的道路走，会经过一个小公园，这里可以看见阪急电车、JR 以及新干线。铁道迷在这里应该会不想离开。经过竹林上坡，爬一小段山路，就会到观音寺。观音寺是平安时代与陀天皇于899年创建的寺庙，之后逐渐衰弱。现在的寺庙已经没有任何的精致华丽了。这里的主像是11面千手观音菩萨，室内安静的氛围，像是在静静的守候大山崎这一区的宁静。虽然是佛寺，但在2座寺院建筑之间竟然有一座鸟居，这在日本倒是很少见。听着远处火车行进的声响，和这里的宁静形成强烈的反差，就像今天的心情一样，从期待到失望，再到意料之外的满足。虽然今天没看到戴安，但经过一天的心灵和视觉洗礼，这些景色虽然没有国宝的响亮称号，却同样喂饱了精神的渴望。我常用人生比喻旅行，有些人喜欢缜密计划，期待一场100分的旅程；有些人则是随性而至，任由心情带领到未知的目的地。后来我觉得这个比喻有点不精准，人生只有一次，而旅程却可以重来。设定有目的地的旅程很不错，但如果不能照着目标走，是不是切换成随性的态度，不纠结眼前的无能为力，一样也能遇见好运呢？如果你也喜欢在旅程中寻找人生的意义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一起感受旅行的魅力。じゃあねるとろくよろしくね。